大家好，我是江波。在前2期里面给大家讲了关于上下的层次的使用，那我们这次的话跟大家去介绍关于这种前后的层次的使用。我们如何利用分区将前后进行有效的分开，然后用前面的层次来修饰前面，后面的层次来修饰后边，能更多维度的去打造我们想要的发型，找到适合客户的这种想要的感觉。那这款前后的2个层次的短发的话，非常适用于在职场工作的一些非常干练的一些女性，能让你有气场的同时又显现出女性的那种温柔感。那这款发型的话，会非常的去衬托出女性的头骨的这个头围，让头骨显得非常的紧致，非常的小。那接下来的话，我开始去分区给大家来操作。好，我们现在开始，还是找到黄金点，然后跟头顶的最高点中间的部分，然后我们分到耳上，将前后把它分开。分开以后，然后我们再从这条线的1/2的地方，然后把上下再把它分开。那为什么这样子去分区呢？因为我们在组合的裁剪里的话，头能够有效的去分开的其实就4个区块。那我们现在先把这4个区块先把它分清楚。分区呢，让我们更好的去控制头骨，控制每一个区域，能够告诉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在每个区域里面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分区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就很多设计师在剪头发的时候不习惯分区，那不习惯分区也没关系，除非就是你在控制发型的时候就有非常100%的把握，我觉得分区在心中的时候也可以。好，然后我们从这个点分到后部的最高点，然后分好，好，分到后部的最高点。那分好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区就完成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修剪。在开始修剪之前，我们先要把我们预设的长度，然后我们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设定。那我们这个长度的话，我们大概会设定在下巴这个位置，然后我们不会设定的太短，所以先从这里开始。好，先把我们预设的长度，然后先剪掉，从前往后。好，然后我们看，但我们虽然这是款短发，但是我们长度的设定很重要，因为对于客户来说，他最关心的其实就是它的长度，所以我们先会把长度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设定，这样子的话，客户内心会比较安定。对，好，因为长度会决定一个设计师的品味。那为什么它会决定一个设计师的品味？是你对肩宽、身高、头骨的一些综合的考虑，所以才会决定这个长度是否在这里。有很多的设计师在剪头发的时候，就一味的想要去以自己了解的这个长短跟客户去定义，但是出于对客户的身形跟体态的不了解，往往的剪出来以后，客户觉得这个长度他不喜欢，所以这一点长度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剪好以后，我们来开始。首先我们先完成前面的层次，先找到鬓角，看清楚。好，先找到鬓角，以鬓角的头发的长度向上靠2厘米为引线，切口跟地面垂直。好，以鬓角的头发为引线，向上2厘米，切口跟地面垂直。继续，全部梳到第一片来。
全部梳到第一片来。好，一直剪到耳上，一直剪到耳上。好，后部的我们暂且先不管。那过来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位置的头发，被剪短的。对，好，两边我们会用同样的方法，还是一样的。找到鬓角的头发，切口跟地面垂直。好，注意保持两边的长度保持好平衡。然后这侧同样的方式，全部梳到第一片。好，全部梳到第一片来，切口跟地面垂直。好，那我们看，然后也是一样的，被拿掉了这里的层次。好，然后我们现在来完成上边。那上边跟下边同样的方法，然后同样的分区。分好以后，我们再来完成这个斜后的去除。梳过来，好，看到引线，好，梳过来，我们看到引线，对好。然后同样的方式，全部梳过来，还是梳到第一片上。梳到第一片上，全部梳到第一片上，一样的，跟地面平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到，就是整个这个位置侧面层次变得就非常非常的高。然后这边一样的方式。好，同样的，跟着下边的引线一样的，梳到跟地面平行，切口跟地面垂直，慢慢的跟上来，然后我们整个脸际的部分的这个斜后的去除就完成了，所以很高很高。好，完成好以后，我们再来去把整个斜后的去除的内部的整个层次把它剪掉，再来找到头顶2个指位的地方，好，梳起来，然后再找到顶点的头发，顶点头顶最高点，然后把这个角去掉，然后垂直头肌，好，把角圆过来，好，把它圆过来。我们这里的去除还是堆积，就会影响到我们上面去的角。这里的引线找到以后，那垂直头肌向前一个发片，看清楚，这是 A 点，这是 B 点的头发，一样的，然后再来，依然相同的 A 点到 B 点。好，还是 A 点到 B 点。这样子的话，你看，是不是感觉整个上面头发忽然之间轻了很多很多？然后这里的侧面这里也会服帖下来，然后重量跟着后边变长。好，另外这边我们同样的方法。垂直头肌，看清楚 A 点到 B 点的连接，
继续 A 点到 B 点的连接，好 ，A 点到 B 点的连接，就这一点剪完，我们就没有了。好，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个上部完成的过程，对。然后下边呢，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个角有没有，有的话我们就再稍微去一下。你看，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角已经看不到了。找一下上下区的角，你看基本上不存在了。这侧一样的方法，基本上没有。稍微区跟区之间连接一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非常快速的去完成了这个，然后前面短后边长，然后去掉重量又保留了这里的长度的一个方法就做到了。那我们现在来完成后边的层次。好，后边我们使用斜前的堆积，来先找到引线，我们来使用斜前的堆积。在这个堆积的时候，大家可以有很多选择，你是选择偏重的堆积呢，还是选择偏标准的堆积呢，还是选择偏轻的堆积都可以。所以这个的话，我们给它用一个偏轻的堆积。好，然后斜前的划分，向后带一个发片，偏轻的堆积。什么是偏轻的堆积？大家一定会有疑问，就是重的堆积上面很长，下面很短；标准的堆积上下然后接近这差不多，上面会稍微短一点。偏轻的堆积上面更短，上面跟下面的微差就一点点，然后逐渐的放长一点点，所以看起来就比较轻柔，既有重量的时候它又有显一些动感。好，然后一样的向后带一个发片，好，看清楚引线，看清楚引线。这里面会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哎，这不是个去除吗？对，这不是个去除。你看这里的头发这么长，这里头发这么短，所以它不是去除。去除是相等的，或者是上面短下面长，那个叫去除。所以很多设计师在剪这个头发的时候就分不清楚，所以只要是上边长下边短，我们全部叫堆积。然后转角前的头发我们全部拉到转角来，转角前的头发，然后我们全部拉到转角来。记清楚，转角前的头发全部拉到转角来。为什么大家觉得好像转角前的头发全部拉到转角来？是因为我们要保留这个外线的长度，大家看一下，这样子整个外线的长度才能被有效的保留住。好，这边同样的方法，看一下，向后一个发片。好，继续，同样的方法，全部向后带一个发片，转角前的头发全部拉到转角来。好，转角前的头发全部带到转角，千万记住这个重点。好，千万记住这个重点，转角前的头发全部拉到转角来，因为一旦拉偏了，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就是然后外线这里很容易被剪短，所以我们要保留住这里的外线。好，然后我们再来剪上面。上面
跟下部一样的方法，然后剪它的延长线，剪出来，然后看，剪它的延长线。好，然后一样的方式，向后带一个发平，剪它的延长线，剪它的延长线。好，那这时候我们看啊，整个后部，我们既把重量保留住了，同时我们也让下边这里看起来特别的服帖。好，再来，同样的方法，好，同样的方法，然后剪好。就我们在放长前部的同时，然后就保留了我们外线的长度。那现在完了以后，我们是前后区做连接。为什么要前后区做连接？因为它本不相干的两个层次，我们现在是愣要把它拼在一起，去制造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我们中间会有角，找到顶点到黄金点，看一下。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角，看到了吗，大家？然后我们把它这样剪掉。然后让前后区这里，视觉上，然后去达到最好的连接。好，那注意前后区的角，每一片梳上来，注意前后区的角。好，到下边这一区的时候，注意一下，把它拉的大过90度。好，那我们现在再来观察一下，看，我们这个位置既很好的产生了向前的推力，然后侧面的头发，我们也很好的产生了向后的推力，就变成了这样子一个菱形的这样子的一个短发。而且前后的过渡会非常非常的协调，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前后的两个层次的这个代表，所以大家好好品，细品。好，再来同样的方法。继续，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来观察。这里我们刚才使用的是斜后的去除，然后这里我们刚才使用的是斜前的这个堆积，那所以好的保留了外线，但同时呢也制造了这些我们想要的前面轻柔，后边带有一些重量，然后同时保留这些外线。好，然后我们再来检查一下，好，把这小角稍微都让它圆润一些。然后当我们的角去完了以后，我们来观察前后的整个状态，层次的状态。这些后部因为制造了一个重量，重量是往前的，这里是拿掉了重量，但是只是保留了这里的长度，所以外线的整体度就会保留的比较好。然后完成好以后，我们再来把这些细节处理一下，然后做C型的梳理，然后中间的这个角看一下，然后轻微的做一些划剪，好，让这些位置的头发然后更加的紧
紧致。当客人梳头发的时候，一般他后边头发会往后梳，然后这里梳过来的时候，刚好显得脸颊的部分会特别的舒服，所以注意一下。我们现在整个结构，我们现在就整个就完成了，从利用这个斜后的去除到斜前的堆积，然后我们现在完成了整体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完成的时候，注意一定要特别注意，就刘海不要太短，因为等一下我们吹干以后再来做个性化的处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的话就是一定要保护好你整个外线的长度，不要把外线去剪坏了，这是一个最好的保留外线的一个修剪的一个方式，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记住。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开始做基础吹风。好，我们刚才完成了这个基础吹风。那基础吹风最重要的就是把头把它吹紧致，该松的地方要吹松，该收的地方要吹收，就把整个头骨的形状像吹成一个椭圆形的。因为头发越短越要吹的紧致，不能吹的松，因为越短了松了显得头特别大，尤其是年轻人。好，那我们看一下这里，就侧面尤其是鬓角的这个部分，然后一定要把它吹头发的时候，把这些刚才剪完的这个紧致感一定要吹好，脸颊贴着，对，耳后这里一样的贴着，然后呢，把外线这里我们刚才刻意保留的这个外线，然后把它凸显出来，对，好，显得整个头型看就比较好看了。那我们现在开始跟它进入修饰。好，修饰的话，我们从后向前，从后向前，然后找到后部的最高点，然后把它分成2份。然后下面的头发的话，我们做一些点剪，好，让它视觉上看起来更加的柔和。这次相同的方法，然后我们做一些柔和。记住不要把它剪缺了，就是做一些点剪就好了。让它跟皮肤有一个很好的过渡就行了。好，完了以后我们把它发片拿起来，那做点剪。建议大家头发剪短发的时候，我们去量稍微注意一下，不要什么样的头发都是把发量就是往死里去。对，因为有些客户不太习惯用湿发品，所以去量的时候你尽量的去稍微注意一些。如果特别善于用湿发品的客户，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去多点，如果不善于的话，你稍微去少一点，就是头发稍微保持一点量的话，打理起来会更加容易一点，因为空间打开的越大，头发的不稳定性就会越高。好，全部的发尾做一些柔和就好了。
轻轻的柔和一下，然后整个感觉看起来就会舒适很多。然后注意，我们在柔和的过程里面，不要把你的剪的头发的结构给破坏掉。然后我们再到侧面。好，我们找到黄金点，分到退化点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注意修饰，不要把外线拿掉。同样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开始。好，发尾的部分做柔和。当然，如果是那种发量特别大的客户的话，那你该去的你就得去，就不要去吝啬。但是去量它是根据人而定，根据结果而定，没有一个绝对的，就是说一定要把量调整的很少，或者是怎么样。让它看起来更紧致一点。因为这是2个层次的头发，所以我们会更容易的去控制头骨，控制外线，这就是1个层次跟2个层次之间最大的区别。有的时候呢，我们1个层次很难去做到，就比如说又要保留外线啊，又要照顾头骨啊，所以有时候比较难。但是对于基础的学员来说的话，我觉得必须要把1个层次要搞清楚，因为你连基本的东西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那跟你讲再多，那其实本质上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前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侧面刚才我们这里后部我们用的是斜前的，后边用的斜前的堆积，所以我们剪的时候也是这样。前面我们用的是斜后的去除，所以我们在修饰的时候一样的方式，找出来把它看清楚。依然每一片。最大限度的去把它柔和掉。好，那我们完成好以后，我们来看，就整个外线的工整度就会保留住。如果这里太硬的话，那我们可以跟它拿起来，再做一些视觉的点点。看一下，那我们这样子就过来了，然后再到上面，好，上部我们相同的方法梳起来。然后再次剪好，记住不要把它剪得特别的轻。好，然后一样的方式，发尾做一些柔和。好，一直看清楚每一片发片。
然后再到前边，每一片的发尾都均匀的点到位，让头发跟头发之间要充分的去融合在一起。好，你这边就完成了，然后再到这侧，两侧我们一样的方法，再看一遍，还是刚才怎么剪的我们就怎么做。好，充分的跟它融合在一起。跟另外一侧同样的一样方式。好，哪里厚的我们再单独做一些点剪。注意，然后我们到侧面，刚才侧面的话，我们用的是一个斜后的去除，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梳到前面来。不是，把它梳到前面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更容易的去控制住这条外线。然后我们再到上边。好，整个上部我们同样的方式，还是做一些点剪。好，梳起来。好，全部拿起来，把它揉合好。好，通常的时候我们这样子修饰完以后，然后客户呢打理头发的时候会选择两种，一种呢是把头发这样子完全压到耳朵后边来，因为我们刚才选择的是一个斜后的去除，所以这个位置会显得特别薄。然后后边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斜前的堆积，所以侧面的头发就会保留的很长，就刚好它在这里做到一个衔接。那这个耳后的部分看起来也会比较圆润。然后从前面看的话，也会看起来整个侧面这个位置会比较薄。这是我们在剪这种利用前后的两个层次来打造一款这样子的挂耳的短发的时候，然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我们看一下。然后剪到这里，我们差不多就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发型。好，我们刚才在修饰的时候，大家特别要注意，我讲的就是你根据头发的发量的多少来选择你去量，但是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发尾一定要做的每一个发丝跟发丝之间要融合进去，还有就是外线做的，就是不管你是做的锯齿的还是平的，一定要让它线跟线之间要连贯，这是我们在修饰的一个头发最重要的两个点。还有就是不要把你的结构破坏掉，剪完以后该用到去除的部分该收起来还是要收起来，
用到堆积的部分该饱满的还是要饱满，所以修饰完以后，千万切记不要把结构破坏掉。前后的这2个层次的概念的话，不单单只是用于这些短发，在上一集的话，我们在中长发上，然后我们使用了一个斜后的堆积加一个斜前的堆积，所以再长可以使用到这些特别长的头发，也可以使用到特别短的头发。所以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分区的概念、组合的概念是更好的修饰头骨，然后更多的去创造头发的可能性。它跟长短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大家学的是一个概念，然后拿到的其实是一个方法。在这个概念跟这个方法当中呢，大家学会去联想，长一点、短一点、薄一点、厚一点，对，然后再加入不同的刘海。所以老师在跟你演示东西的时候也好，或者是跟你在讲东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启发性的东西。所以这个前后的2个分区的这个概念的话，并不是告诉你某一种长度，而是对技术的使用的方式，我们如何考虑前面，如何考虑后边，是前面薄一点还是后边厚一点呢？还是后边薄一点前面厚一点，还是两边都薄一点？对，还是两边都厚一点？是告诉你这样子一个组合的一个概念，让你更多的去完成头发。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去透过这些前后的2个分区，能够去得到更多的灵感，去创造更多的发型。因为我们这个是在线上课里面，我们没办法去演示那么多，然后只有在高级课里的话，就这个前后的2个分区，我们大概会需要花4天到1周的时间来研讨，就是这一个区的变化。所以希望有时间我们可以在线下见。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跟它去造型。好，我们涂抹一些软蜡，还有一些精油。短头发的话，建议大家是加一些软蜡进去。好，然后我们由内到外，由下向上，然后由根到发尾，这样子去涂抹我们的试发品。千万记住，不要去涂错了。有的发型师上来就一下抓上去了，那样子的话，头发把发蜡全部凝固在发尾上了，所以就会显得头发像没有洗一样。好，然后打均匀。好，然后我们现在跟它去造型。那造型的话，千姿百态的，大家怎么样都可以。你只要客户喜欢，或者是围绕你拍摄啊干嘛的，你怎么抓，它都不为过。但是生活里边没有那么多嘈杂的造型，没有那么多是为了造型而造型的头发，都是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生活问题。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就造型不能过了，它是为了服务于生活而存在的一个东西。好。然后这个头发的话，我们有2种，一种呢是可以让客人稍微，然后做一部分夹到耳朵后边，然后这里呢留一些鬓角，然后看起来就非常的小女生，对，然后将后部的头发跟它这里做一个点缀，对，好，然后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好，另外一侧。然后你想怎么梳，然后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好，有一些女孩子希望留一些副刘海，或者是鬓角，然后做一些局部的一些点缀的话，那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头发可以做一些比较多元化的一些呈现。对，所以所有的造型我们都是要考虑到客户的舒适感，然后以及他的需求。如果他需要，我们觉得可以去这样子去留下来，无所谓。但是如果客户不需要的情况下，那你不要为了做造型而去做这些造型，就一切还是以客户的这种舒适感为主。对，如果他喜欢这样压过来，然后看起来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简单的话，那生活当中，那我们就是为了这样子的
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效果而做的这2个层次的搭配。因为侧面我们用了一个斜后的去除，所以这里会收得很紧，然后后面我们用了一个斜前的很轻的堆积，所以它逐渐的由下向上逐渐的放长，然后才出现了这样子的效果。因为用了斜前的堆积，所以这个位置的长度才会保留了出来。然后我们把造型完整。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关于这几种造型的方式，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记住，不要为了造型而造型，就是以客户的舒适感跟需求，然后我们去打造这款造型。然后模特的刘海我稍微给它放的长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模特的眼睛非常的好看，所以我们就把刘海全部在眼睛这个部分凸显它的眼睛。好，那我们现在来整体的来观察一下这个头发。那刚才这前后的2个分区2个层次的组合，然后完成的这个效果。因为侧面用了斜后的去除，那它一定是制造的收得很紧。前面呢用了斜前的堆积，它后边一定是会比较饱满，但是我用的是一个比较轻的一个堆积，所以这里看起来既饱满的同时，显得下面这里又很紧致。所以但是有一点大家记住啊，堆积是这样的，去除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他说姜老师，为什么你剪的头发总喜欢这个位置翘起来？因为去除的话它是直着切下来，所以这里很容易翘起来。那如果是堆积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它容易压下来，所以很多人是堆积跟去除是分不清楚的。那这样子剪完他觉得也叫去除，不是，只要下面短上面长它都叫堆积。所以这个智商税千万不要交错了，知道吧？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款造型。